明明只是一份档案，却吓出顶级特务一身冷汗。因为在特务的世界里，最怕的不是敌人将枪口对准自己，而是一次不经意的心理试探。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无声战争。故事的操盘手是反特专家白灵，而他的目标是那个伪装成医生的特务头目郑朝山。白灵打响的第一枪便是拿着一个档案袋找到郑朝山，他谎称是关于敌人的内部资料，甚至点明了文件中的具体内容。这是我们在南菜园的中统遗留档案中发现，这里面说的是1944年12月中统河南情报站被灭门的事情。你跟我说这个的意思是？意思是这里面牵涉到我们正在调查的一个代号叫桃园的国民党小部队，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挖出来。其实这里白灵就已经将枪口对准了郑朝山，这是一场信息不对称下的压力测试。白灵的潜台词就是我有证据，你要不要先自首？我们再看郑朝山的应对。这么重大的事，你确定没走错门吗？他直接质疑白灵的动机，他把自己牢牢地定在医生这个安全身份上，用你找错人了这层意思，完美躲开了白灵的第一枪。我确定啊，我是来找你帮忙的。当听到白灵这个无比肯定的回应后，郑朝山的表情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此时已经猜不准白灵的意图了，他内心正在进行一场高速的风暴。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他说的是真是假？这是在诈我，还是真的已经掌握了核心证据？找我干什么？抓特务。看似轻松的回应，却耗掉了郑朝山一半的血条。眼看第一招被对方用装糊涂化解，白灵立刻打出了第二张牌，也是更狠的一张牌。这些文件的后半部分损坏严重，技术科的人说很难修复。这多门说琉璃厂的张大办有修复古画和造假画的绝活，他应该可以修复，我就去找他了。可是这张大办一口咬定说自己从不造假画，这3句2句就把我给轰出来了。多门说不是熟人，他不搭理，还说这张大办跟你很熟，所以麻烦你去帮我说说呗。白灵看似求人办事的话语，又藏着2层陷阱。张大办是谁？他可不是随便一个修补匠，而是修复古画和造假的圈内高人，连白灵亲自去都被轰了出来。那郑朝山一个医生，怎么就和他成了熟人？这意味着他必然接触过那个圈子，而一句跟你很熟，更是直接把郑朝山逼到了墙角。如果他承认认识，就掉进了第一个陷阱；如果他直接否认，那就更加可疑了。因为白灵已经说明这是协助破案的关键。一个社会名流在面对警方的求助时，如果坚决的撇清关系，是不是立场有问题？那么我们看看郑朝山是如何回应的。如果我去找他被他拒绝了，我们俩都下不来台。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这封信到琉璃厂去试试，这样好不好？好。这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拆弹，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而是选择了拖延和模糊处理。他先是表明即使他亲自去了，对方也可能会拒绝，这暗示2人有过接触，但没那么熟。之后他又答应帮忙写推荐信，但不保证结果。这个回答既表现出了愿意帮助政府的积极姿态，又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给自己留下了充足的周旋余地。他把皮球又踢了回去，2人看似友好的对话，其实每一步都充满了算计。而白灵的试探并没有结束，他故意借口去上厕所，将档案袋和自己的包留在了郑朝山的办公室。各位，这才是整场试探中最致命的一环。这个档案袋就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白灵的离开给郑朝山创造了查看文件的完美时机。此时他眼神变得锐利，死死地盯着那个档案袋。他知道对方这已经不是在朝他开枪了，这是直接对着他架起了大炮。如果他对文件视若无睹，那一旦文件被修复，很可能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冒险查看，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做手脚，一旦被发现端倪，同样是暴露。更要命的是，他还不能派人毁掉这份文件，因为白灵的到来相当于给文件上了一层保险，一旦文件被毁，他必然会被牵扯其中。此时的郑朝山只能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内心短暂的天人交战后，他最终用绝对的理智战胜了内心的欲望。他没有去触碰，他只能寄希望于对方只是试探，并没有真凭实据。我可不敢打标票，这老狐狸卖不卖我的面子，就看你们的运气了。而白灵回来的第一时间，便是若无其事地观察了手提包，在发现没有异常后，他脸上闪过一丝失望。而正如郑朝山所料，白灵在档案袋里夹了一根头发丝，而档案中更没有什么文件，就是几张白纸。
所以我们回头看这场看似平淡的交锋，为什么说是顶级高手间的对决？白灵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真的要修复档案，而是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局来观察郑朝山的应激反应。郑朝山的目的也从来不是帮不帮忙，而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安全地拆掉这个炸弹。最终的结果是，白灵虽然没有拿到郑朝山偷看的直接证据，但他得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答案。郑朝山那种过于专业、过于谨慎、过于滴水不漏的反应，本身就是最大的反常。一个普通医生面对公安的求助，绝不会有如此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滴水不漏的话术。这场看似平淡的交锋，正是拉开了顶级对决的序幕。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在真正的博弈中，最高明的猎手往往不是靠力量，而是靠洞察力。他们会布下一个局，然后静静地观察，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下意识的反应永远比他的语言更诚实。